好耶，又来给各位做大冒险的视频了。本期视频的主角是恰斯卡。那么视频开始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的数据仅供参考，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实装的数据为准。并且本期视频中任何涉及到恰斯卡和其他角色对比的内容都没有踩一捧一的意思，仅仅只是最客观地展示出角色的强度，还请大家多多担待。视频的开头，我先给恰斯卡这个角色做一个综合总结。他是一个跑图能力优秀，在输出的时候自身非常安全，而且不打风系伤害的风系大 C， 这就是恰斯卡的3句话总结。总结完之后，视频的开头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还不了解恰斯卡技能机制、实战手法还有跑图能力的新手玩家详细展示一下他的这些最基础的能力。如果屏幕前的你自觉是一个对恰斯卡的所有机制都了解了的高手，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11分58秒开始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普攻。他的普攻是最基础的弓箭角色的普攻模组。点按普攻可以进行4段弓箭射击，长按普攻可以进行1段风系弓箭射击。实战中基本是用不到这个普攻的，所以我们直接跳过。接下来重头戏来了，他的 E 技能。他的 E 技能的冷却时间是 6.5 秒，点击 E 之后，恰斯卡会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并且飞到空中。然后它的夜魂值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减少，减少到0的时候，它就会从空中下来。点击 E 技能之后，如果我们只是停顿在空中，或者进行非冲刺的飞行，或者只是进行战斗，在这3种情况下 ，E 技能消耗夜魂值的速率是一样的。经过我的测试，在这3种情况下 ，E 技能会持续10秒钟整。然后和伞兵一样，在使用 E 技能的时候，如果我们使用上升或者冲刺这样的额外操作，那么就会加速它的夜魂值的消耗，导致 E 技能的持续时间小于10秒。同理，如果我们是在纳塔地区游玩恰斯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额外消耗燃速来替代它的夜魂值，让它的不管是战斗时间还是飞行时间都远远超过10秒。当然，纳塔地区毕竟比较特殊，我们后续讨论它的 E 技能的持续时间还是以10秒钟为准。值得一提的是，恰斯卡点击 E 技能之后的飞行高度比同样飞行作战的伞兵要更高。经常玩伞兵的小伙伴都知道，伞兵在实战的时候虽然是飞行作战，但由于飞行的高度并不算很高，其实是会经常吃到一些伤害的，比方说这一段录屏里的表现。而恰斯卡由于飞得更高的特性，让他真正做到了能在实战的时候规避大部分的伤害。根据测试，这个飞行高度甚至可以让他规避一些体型庞大的 BOSS 怪的范围伤害，让恰斯卡对比其他主 C 的输出环境会更加的安逸舒服。不过飞在空中的他虽然已经很安全了，但是也并不是无敌的。比方说一个怪物的体型过于庞大了，那他还是会吃到伤害的。而且一些敌人会进行瞄准类型的攻击，这类瞄准类的伤害也是会打到恰斯卡的。所以实战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傻定在一个点，还是要按着方向键进行左右躲避的同时再进行输出，这样的话我们恰斯卡就会相对非常安全啦。说完了 E 技能带来的安全感，接下来给大家说 E 技能的输出模式。点击 E 技能之后，我们点按 A， 那么恰斯卡会朝前方发出一发普通的风弹。这个点按 A 在实战中几乎是用不到的，我们也直接跳过。它的主要输出方式是释放 E 技能之后的长按 A。长按 A 的时候，恰斯卡会蓄力装填风系追引弹。一直长按着 A， 蓄力时间就会越长，装弹就会越多，最多可以装填6发。装填到6发的时候，追引弹会自动全部发射出去。
一次 E 技能的持续时间内，也就是10秒钟内，我们一共可以发射4次满装填的6发追影弹，而追影弹的伤害会被视为重击伤害。不过呢，风系追影弹的伤害本身是非常小的，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染色才能打出高伤害。染色追影弹的伤害甚至达到了风系追影弹的3倍还多。那要怎样对追影弹进行染色呢？很简单，队伍里面没有一个火、水、冰、雷的队友，那么第6、第5、第4枚子弹就会被染色。比方说这里我的队伍里面加入了可莉，那第6颗风系追影弹就被染成了火系追影弹，伤害是普通风系追影弹的3倍还多。又比方说这里我再在队伍里面加一个火系角色，那么第6颗和第5颗风系追影弹都会被转化为火系追影弹。以此类推，我再加一个火系角色，那么第6颗、第5颗和第4颗都会被转化为火系追影弹，很好理解吧？现在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觉得恰斯卡和希诺宁的染色机制有点类似呢？然而和希诺宁不同的是，希诺宁加入同色队伍是完全 OK 的，比方说龙服队，希诺宁就是龙服队的最佳辅助。而恰斯卡则不同，恰斯卡的话，官方更加鼓励我们让他的队伍里拥有更多异色队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被动效果，一大段文字翻译下来就是：队伍中的元素种类越多，那么恰斯卡的追影弹伤害就会越高，而且有更高的概率让第3颗追影弹也进行染色。就拿这一段带着3个火系队友的队伍来说，由于队伍中除了恰斯卡只有火元素一种元素，所以这个队伍恰斯卡的染色追影弹的伤害只吃到了 15% 的伤害提升，同时第3颗追影弹被染色的概率也只有 33.3%。 来，大家看这一段录屏，由于第3颗追影弹被染色的概率很低，几乎没有出现第3颗追影弹被染色的情况。哦，终于被染色了，但最后一次还是没有被染色，并且由于只吃到了 15% 的增伤，所以最高伤害也只有 22,094。 以此类推，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火元素角色换成了冰、水、雷的任意一种元素角色，那么现在这一个队伍恰斯卡的染色追影弹吃到的增伤就是 35%， 第3颗子弹转化的概率变成了 66.7%。 如果我们再加一个异色队友，那么它的增伤就变成了恐怖的 65%， 第3颗追影弹必然会被染色。来看一段实战录屏，看见没有？第3颗追影弹是一定会被染色的，而且伤害也比刚刚高了不少，整整高出了4000左右的伤害。同时，不仅一技能，它的大招也是鼓励我们带更多的火、水、冰、雷系队友的。它的大招初始会发射6枚风系的锁魂弹，在我们没有带相应的队友的情况下，它的风系锁魂弹的伤害是比较低的，看见没有？1万都不过。然而队伍中如果带了相应的队友的话，每名相应队友就会随机给2枚锁魂弹进行染色，3个相应的队友就可以染满6颗锁魂弹。我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好的，使用大招，6颗锁魂弹都进行了染色，看见没有？伤害就高多了。至此，他的普攻、E技能、大招还有转化子弹和增伤的被动都讲完了。他还有一个固有天赋是和夜魂迸发相关的，只要队伍里有人触发了夜魂迸发，那么恰斯卡就会附赠一颗相当于原本染色追影弹伤害 1.5 倍的流焰追影弹。来给大家看一下，队伍里随便一个角色触发夜魂迸发，那么恰斯卡就会附赠一发流焰追影弹。流焰追影弹的元素类型也是从队友的元素类型中进行随机挑选。至此，恰斯卡所有和战斗相关的技能都讲完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他在实战中的操作手法。我们先尽量给恰斯卡上火、水、冰、雷的辅助或者后台 C 队友，比如班尼特、弗宁娜、香菱、神子还有申鹤等。
然后实战操作中，先用辅助上拐，后台 C 位上输出，再切出恰斯卡，点击 E 技能，一直长按着 A 打4发满装填的伤害就可以了。期间 Q 技能满了就按 Q 补充伤害，这就是恰斯卡实战操作的一个总结。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跑图能力。在纳塔地区的跑图能力还需要我多说吗？恰斯卡的跑图能力真的是断层梯零，特别是搭配欧洛伦，恰斯卡和欧洛伦2个人之间可以在空中进行夜魂传递，让你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根本落不了地。在 5.2 更新后，纳塔开放的新地区中有很多又高隔着又远的山脉，有恰斯卡的话体验会完全不一样。而且恰斯卡还有一个天赋，可以让他在击败敌人时恢复25点的燃速，让他在纳塔地区的燃速嘎嘎够用。同时，恰斯卡在跑图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技巧，我们在点击 E 漂浮在空中之后，再点 A， 它就会进行攻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下落攻击。那么恰斯卡的下落攻击要怎么触发呢？答案是漂浮在空中之后，我们再长按 E。它就会进行下落攻击，一直按着 E， 它会一直下落。然而我们如果松开 E， 它就会停止下落，漂浮在空中。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跑图的时候想要下降它的高度的话，比起传统上的按左 Ctrl 键让它下落呢，我个人更推荐长按 E 让它下落，这样的话下落速率会更快一点，你也可以随时停止下落的进程。最后，他在纳塔以外的地区的跑图能力呢，总结为和伞兵差不多。不过，如果你的队伍里面又有伞兵又有恰斯卡的话，差不多就可以做到无缝衔接进行冲刺了。当然，伞兵也可以换夜蓝啊什么的啊，这个大家自行选择啦。以上就是恰斯卡的所有技能机制、操作手法还有跑图能力的总结和展示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个人感觉已经展示的非常详细了，保姆级的了。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哦。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环节。实战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恰斯卡的面板。目前它是一个灵命，天赋999，圣遗物带着黑曜秘典4件套，圣遗物的具体属性也给大家看一下。个人感觉算是一个毕业圣遗物了。然后呢，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武器的话，我这边带的是精炼1阶的专武，是0+1的恰斯卡。同时，由于恰斯卡在实战的时候打出来的伤害数字是五彩斑斓的，我们一下子进深渊看呢，很难看清楚他自己打出来的伤害究竟是多少。所以我打算先在大世界里给大家进行一个慢放伤害数字的展示，让大家看清楚他的输出能力究竟怎么样。选用的队伍是弗尼娜加班尼特加申赫的一个队伍，都是可以用来给恰斯卡增伤的。好，我们打出第一枪，然后第一枪的所有染色追影弹和风系追影弹的伤害都列在右边了，并且我还算了一个总共的伤害数字供大家观看，怎么样？非常贴心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枪，第二枪运气不太好啊，因为第二枪的所有子弹都没有触发类似于蒸发还有融化之类的增伤，所以第二枪的伤害呢比第一枪略逊一筹。我们再来看第三枪，第三枪依然是没有触发融化还有蒸发，所以第三枪打出来的伤害也不咋地。最后第四枪，第四枪运气特别好，打出了一发非常高伤害的蒸发伤害，但是呢伤害溢出了，有一发染色追影弹和2发风系追影弹的伤害没有显现出来。总结下来，一个0+1毕业练度的恰斯卡，如果除去队伍中其他角色提供的伤害，再除去恰斯卡大招的伤害，再除去它造成的扩散反应带来的些许伤害，只算它一轮 E 技能的伤害的话，在大世界里它能在10秒钟内造成100万到120万之间左右的伤害。怎么样？我总结的是不是一看就懂，一目了然呢？接下来我们进入深渊实战环节。
这一期创作体验服的深渊的渊月祝福也是护盾强效提升，并且有护盾的单位会释放冲击波，对恰斯卡的队伍完全没有什么作用。我们依然是用刚刚那一个队伍进行一个实战。等一下我会把申鹤换成另外一个副 C 位置，也给大家再打一场实战看看的。恰斯卡的炮击它其实是一个单体伤害，如果场上有多个敌人单位的话，它的追影弹会平均分配给这些敌人，这一点大家要注意。所以恰斯卡对单对于他来说比对群要更加拿手。好的，我们嘎嘎上拐。切出恰斯卡来，一发、两发、三发、4发，好的一波循环呢，12层的古岩龙息被打了差不多1半左右的血量。接下来我们再开一波循环，飞到天上之后，我这确实非常安逸呀、我定在天上不动了。古岩龙息也知道他打不到我，所以他也不动了。好的，大招收尾。这就是0+1恰斯卡的一个实战表现。好的，考虑到申鹤已经很久没有复刻了，我再给大家把申鹤的位置换成一个副 C。当然没有绳子也可以换小艾米啊。哦，你蹦得再高你也打不到我呀，臭弟弟！来，再来，好，大招直接带走，手法和刚刚一样。其实综合输出呢和刚刚申鹤的队伍差不多。而且这个队伍论循环呢，比刚刚的申鹤队伍要更好循环一点啊。哎呦，感觉班尼特的圈好像已经快消失了呀，手法打得不太好啊。这班尼特的圈没有吃到多少，不过呢，也是一波循环，打了他1半左右的血量。好，班尼特开大。1发、2发、3发，好的，差不多的时间，12层带走。接下来给大家打一场0+0的，圣遗物还有命座、天赋各种属性都没有变，只是把武器变成了4星的坠花之岭啊。剧透一下。精炼5阶的坠花之岭就是它最好用的4星武器了，而且这个外观也很搭。哎，反正如果你有精炼5阶，就给它带上就完事了。依然是打刚刚那一关，手法也和刚刚一模一样啊。1发、2发，飞在天上是真安逸啊，完完全全就是个轮椅角色。这边开大招，之前带的专武的陆平开了大招，2只小怪就被带走了。这边由于换成了4星武器，还要班尼特补几下才带走。好，飞到天上，他就完全打不到我了。他怎么摆烂了？搁那不动了他。好的，这边是打了1半不到左右的血量。好，我们再来打一个循环，估计2波循环会给他留丝血了。1发、2发、3发、4发，好，一个大招，看看能不能收走。哎呦，这没有收走啊！行吧。那就反正切出来再补一个1技能就收走了，这就是0+0恰斯卡的一个表现啦。给灵命的恰斯卡做一个总结吧。个人认为这个角色的优势区间有3个，第一个就是优秀的对单输出能力，如果场上没有太多的敌人去分摊他的 DPS 的话，他的对单能力是非常暴力的。第二个优势区间就是对付需要瞄准的敌人的时候非常舒适。比方说这一单陆平，如果我们用的是平常的弓箭角色，那么我们就得一发一发的瞄准，一发一发的射，非常的难受。
而恰斯卡攒子弹的过程是完全自瞄的，不管敌人有多么灵敏，只要你在我的视角中，我就可以通过自瞄给你迅速击杀。第3点就是之前也说了啊，在空中的时候非常安全，大多数非瞄准类的地面攻击呢，恰斯卡都能免疫。而除开这3个优势区间，你要问我恰斯卡在所有角色中的综合输出能力怎么样呢？实话实说，我认为达不到 T0、T1 左右。至于 T0，那就是那2位，不需要多说。而在对群的时候，恰斯卡会逊色于水系那位；对单的时候，恰斯卡会逊色于火系那一位。说完了优势区间，那么恰斯卡有没有劣势区间呢？当然是有的。我的评价是，恰斯卡怕那种攻击欲望相当大，并且攻击范围覆盖 Z 轴相当多的怪，比方说圣骸兽。我们看这一段录屏，圣骸兽直接一个空降，大范围伤害，直接把我的恰斯卡给击落了。这个怪不仅攻击的高度判定很高，攻击的频率也快得像疯狗一样，所以圣骸兽还是适合通过右键闪避着打。而恰斯卡飞在天上，如果用闪避的话，就会浪费太多的夜魂值，所以恰斯卡是不适合打这种怪的。以上就是灵命恰斯卡的一个总结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进入圣遗物、武器还有配对推荐环节。我们先来说圣遗物。圣遗物的话，主词条方面，头带暴击暴伤没有什么疑问。至于它的杯子和沙怎么带呢？我的评价是都带攻击力，不要想着带什么元素精通，也不要想着带什么元素伤害加成。当然元素伤害加成肯定没人带，毕竟他打的是多样元素伤害。至于为什么不带元素精通呢？因为第4、5、6颗子弹的排列顺序是完全随机的，所以实战中你是无法通过所谓的手法程序来达成最佳元素反应收益的，所以带攻击力要比带精通实用得多。好的，知道了主词条的带法之后，那么它的4件套应该怎么带呢？目前比较适合恰斯卡的套装有这6个，所以我等一下会把这6个套装全都一一对比一下。而创作体验服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创体服里找到词条完全一模一样的不同类型圣遗物进行控制变量，所以等会儿对比的时候，我的花、毛、沙、杯的属性会一模一样。至于头的话，黑曜秘典我会给它带上主词条的暴击伤害，剩下的其他5个圣遗物呢，我都会给它的头带上暴击率，进行这样一个控制变量。实战下来，由于它实战中的反应是随机的，所以凡是风套、勇者套这样需要靠反应才能增伤的圣遗物都非常不稳定，不推荐。而增伤类圣遗物中，黑曜4和追忆4的表现是最好的，综合来讲最推荐黑曜4。说完了圣遗物，我们进入武器对比环节。由于恰斯卡的实战伤害有小范围的波动，而且伤害数字也比较难看清楚，所以这一次的武器对比呢，我给每把武器都打了将近20次，取所有录屏中的平均值，以 BOSS 扣除血条量的方式给大家进行对比展示，尽量帮屏幕前的你做到一目了然。并且等一下对比的过程中，如果那一把武器的副词条是暴击伤害或者攻击力的话，我就会用这一套圣遗物。这一套圣遗物是堆了些许暴击率的。把武器下掉之后，这一套圣遗物的具体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但是如果在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武器副词条是暴击率的话，再带刚刚那一套圣遗物呢，暴击率就会溢出太多了。我会给它换成这一套。这一套呢，武器的副词条我都尽量往攻击力和暴击伤害上走了，就尽量不要让它的暴击率溢出。把武器下了之后，具体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我们先来看专武的一个表现。专武打完之后 ，BOSS 的血条下降到了这个位置。测试完专武之后，其他武器我们以它们表现的优劣顺序进行排序。排名第2的是精炼1阶的大魔术弓，和大魔术弓并列第2的是精炼5阶的坠花之领4星武器，性价比很高。
同时还有一把4星武器，我也极力推荐金武的烈阳之肆，和金武的坠花之岭以及金一的大魔术表现持平。金一飞雷稍逊于精炼5阶的坠花之岭和大魔术公益筹，并且实战中飞雷要吃满增益，手法会比较复杂，所以飞雷个人不是很推荐。金一弱水伤害几乎和叠满增益的金一飞雷是持平的，但是弱水操作起来要更加简单，所以金一飞雷和金一弱水之间优先选弱水。伤害和飞雷和弱水齐平的还有一把武器，那就是东极白星。但是东极白星的前置操作实在是太麻烦了，并且东极白星非常容易溢出暴击率，所以个人并不是很推荐东极白星啊。好的，接下来进入比较差的武器的展示环节。首先是阿莫斯。可以很明显发现，金一的阿莫斯是很乏力的，但如果你有金5的阿莫斯，那也是可以带的。此外，猎人之镜的表现能力也不尽人意，主要是因为它的副属性是暴击率，太容易溢出了，同时它给的其他增益也不高。最后还有一把叫做碎炼的娜塔角色专属4星弓，看这个效果是不是感觉就像是恰斯卡的4星专武一样？但我的评价是完全不如坠花之岭。看这一段录屏就一目了然啦，我也不再过多赘述啦。以下就是我个人对恰斯卡武器选择的一个总结，大家可以截一个图消化一下。我个人感觉已经展示的非常一目了然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比较可惜的是，我个人脑测破魔之弓也是比较搭恰斯卡的，然而这一次创作体验服呢，并没有把破魔之弓加到仓库里面，所以我无法给大家进行测试。不仅仓库里没有破魔啊，仓库里甚至没有天空弓，所以这些呢都要留到正式服了，还请大家多多担待。接下来灵命恰斯卡的配对建议环节，灵命的配对其实很简单，就是从火、水、冰、雷4个元素中选择有副 C 能力或者有辅助能力的就可以了。先说火系队友，最佳选择我个人认为是班尼特，既可以增伤又可以奶人。其次我们也可以选择可以进行副 C 的香菱。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的队伍坦度不够的话，也可以选择迪西亚。接下来水系位置，最佳选择当然是我们的水神弗宁娜了。当然如果你觉得队伍坦度不够的话，用星海或者芭芭拉也是可以的。冰系位置，增伤流的话我们可以用申鹤，奶人流的话七七或者迪奥娜都可以。雷系位置，雷系位置以副 C 为主，最佳选择是8重神子，其次选欧洛伦。至于欧洛伦怎么用呢？我后续会再给大家出一个视频给大家解读的。那欧洛伦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小艾米。奶人流的话，不管是用多利还是用九旗忍都是可以的。恰斯卡的队友就根据你自己的账号从这些角色中进行排列组合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屏幕前肯定有很多小伙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低命的恰斯卡可不可以配希诺宁？我的评价是可以，但是不是很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希诺宁在队伍里是无法触发恰斯卡的被动的，这就导致了恰斯卡的第4颗子弹一定不会被染色，同时第3颗子弹也有1/3的概率不被染色。这就导致了，虽然它的伤害提升了，但是实战中被染色的子弹数量变少了，而且本来可以吃到的65%增伤也下降成了35%的增伤，就还挺亏的，大家能理解吧？不过说归说，灵命的恰斯卡加一个希诺宁给他呢，其实队伍的综合伤害肯定是有提升的，但是
由于希诺宁的增伤和恰斯卡的损失的伤害抵消了那么一部分，所以把希诺宁给恰斯卡的话，就完全发挥不出希诺宁应有的强度。个人觉得灵命还是给他配水火冰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恰斯卡的命座提升。阴命，我们先来看一下阴命提供的跑图能力。不处于战斗状态下时，恰斯卡的夜魂加持消耗的夜魂值的燃速降低 30%。点了阴命之后的恰斯卡能让他的 E 技能在跑图的时候的持续时间达到14秒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战斗时候还是10秒，战斗还是只能打出4次满装填的子弹，这个大家要注意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命对战斗的一个提升。一命可以让第2颗追影弹也变成染色追影弹，同时点了一命之后，第2颗和第3颗追影弹被染色的概率从基础的 0% 提升到了基础 33.3%。 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啦。意思就是，当我们的恰斯卡是0命的时候，他的另外3个队友一定得保持异色，那么第3颗子弹才会100%被染色。而点了一命之后，我们只需要有2个异色队友，就可以保证100%被染色啦。同时，一命还可以让第2颗子弹享受到和第3颗子弹一样的被染色概率。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的恰斯卡是0命的话，那么这一个队伍第2颗子弹不会被染色，同时第3颗子弹也只有 66.7% 的概率被染色。但是如果我们点了一命，那么这一个队伍第2颗和第3颗子弹都会100%被染色。来给大家实战看一下，点了一命之后的恰斯卡，第2颗和第3颗子弹都是一定会被染色的，这就是一命恰斯卡的一个提升啦。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啊，一命虽然提升了负0转化的基础概率，但是一命并没有提升给子弹增伤的那一个天赋。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虽然点了一命之后可以让这一个队伍第2、3颗子弹被染色的概率提升到100%，但是这一个队伍的子弹增伤只有 35%。如果你想要吃到最高的 65% 的子弹增伤，你还是得像这样配队伍。那要怎样才能解放它这一个子弹增伤能力呢？我们需要点2命才能完全解放子弹增伤的能力。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小伙伴觉得了，这一命会不会有点鸡肋啊？是不是？因为一命它解放了配对，但是它并没有完全解放。而根据我多次的配对试玩，先说结论，一命的提升确实不大，不过也是有挺多实战价值在里面的。之前我在玩0命的恰斯卡的时候，因为他3个队友都要组异色队友嘛，所以我打反应完全就是靠脸打反应。然而点了一命之后，我就可以像这样组队，虽然牺牲了 30% 点的子弹伤害，但是我获得了双火加成的同时，又可以让我的每一次射击达成稳定蒸发。大家能明白吗？给大家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这是我之前打的一段0命录屏，第1次没有蒸发，第2次蒸发了，第3次没有蒸发，第4次蒸发了，给 BOSS 留了差不多1/6左右的血量。这一段录屏是点了一命之后的。由于这个队伍里恰斯卡只有水火2种子弹，所以他每次都能保证蒸发。虽然因为没有吃满增伤天赋，单发子弹的伤害还没有刚刚0命的录屏高，但是在第2颗子弹也染色的加持，以及每次都能蒸发下，一波把 BOSS 给带走了。当然，点了一命之后，你也可以选择像0命一样进行传统的配对，虽然会浪费一命的那一个 33% 的那个基础概率啊，但是由于增加了被染色的第2颗子弹，伤害肯定还是会有提升的。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点了一命之后的玩家走那种双色可以稳定触发反应的队伍，收益会更高一些。再唠叨一句，我个人认为你的恰斯卡如果点了一命或者一命往上的话，队伍里面就可以带希诺宁了。
虽然一命的恰斯卡和希诺宁还是无法做到100%适配，因为第4颗子弹还是不会被染色啊。但是考虑到第2颗、第3颗已经能稳定被染色，再考虑到希诺宁本身的强度呢，综合这些所有来看，一命以及一命往上的恰斯卡带希诺宁呢，提升就挺不错的了。接下来我们来看2命，也就是它的质变命座。2命。恰斯卡登场时获得一层固有天赋子弹的戏法中的幻影之灵，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2命的恰斯卡初始就有15%的子弹伤害提升，像这样的队伍终于能吃满65%的子弹伤害加成了，这是2命的第一个效果。而2命的第2个效果才是大提升。每一次释放多重瞄准恰斯卡的染色追影弹命中敌人时，会根据染色追影弹的类型，造成等于恰斯卡攻击力400%的范围伤害，视为重击伤害。每次多重瞄准至多触发一次该效果。它这一个每次释放多重瞄准至多触发一次，并不是指每一次 E 技能只能触发一次，而是每一次 E 技能能触发4次。给大家展示一下。由于如果队伍中队友太多了，那么伤害就太眼花缭乱了。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我这里只上一个队友给大家展示。开启一技能，看好了，现在我这一次只装填的3发水子弹，但是却出现了4次水伤，很明显吧？再观察啊，3发水子弹，4次水伤，够明显了吧？如果还不够明显的话，这里只装填1发水子弹，出了2次水伤。最后我依然是只装填的1发水子弹，而出了2次水伤。根据我的实测，2命每次赠送的这400%的范围伤害呢，会比普通的染色弹要稍微高一点的伤害，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2命不光解决了配对的问题，而且可以让你的每一次一技能呢多出4发伤害更高的范围子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刚刚一命打出来的一个效果。一命这边4发把妙脆角给带走，然后这个是点了2命之后，1发、2发、3发，3发做到了1命4发的事儿。这边我给大家打一场2命深渊实战吧，依然是打的刚刚相同的那一层。值得注意的是，点了2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希诺宁了。虽然第4颗子弹呢，它还是不会被染色，但是考虑到它相当于多赠送了我们1颗强化子弹啊，所以第4颗子弹没有被染色，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加入希诺宁可以让队伍的整体强度嘎嘎提升。我们来看一下啊，古岩龙息现在还是几乎满血。好，1发、2发、3发。4发接大招直接带走，2命的加持再加上希诺宁的加入，1波循环做到了0命，2波循环才能做到的事儿。3命提升 E 技能的等级3级，这是2命和3命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4命。大招的染色锁魂弹命中敌人时，将为恰斯卡恢复 1.5 点的能量，并且根据染色锁魂弹的元素类型，也造成攻击力400%的对应元素范围伤害，视为重击伤害，并且每一次大招呢，这个范围伤害只触发1次。4命说白了就是给大招也增加1次2命的附赠子弹的效果。这一段录屏中23860就是4命打出来的伤害啊。但是毕竟大招只能打1次啊，所以4命的提升并不是很大，而且你看这个回能也并没有提供多少。5命啊，增加大招的伤害没啥好说的，我们直接来看逆天的6命。恰斯卡进行多重瞄准时，蓄力的时间减少，并且触发那个给第3发、第2发子弹转化的那一个天赋之后，恰斯卡将获得命袭状态。接下来的3秒内，恰斯卡释放多重瞄准会立刻完成蓄力，并且
本次多重瞄准中追影弹和染色追影弹的暴击伤害提升120%，每3秒至多获得1次命袭效果。为了展示6命，我找一个比较硬的怪吧，不然怪被我秒的就没意思了。找这个不破盾的这一个机动术啊，好，快速蓄力，秒蓄力，快速蓄力，哈哈，别急，秒蓄力。这好像就算不破盾也被我打死了呀！打一个血量稍微更高一点的怪试试。快速蓄力，秒蓄力，哇，这就一半没了。这就是6命的恰斯卡的一个实战表现。给恰斯卡做一个最终总结吧。个人感觉0命的他虽然在综合输出能力上可能比龙仆要稍微逊色一筹，但是恰斯卡呢，输出环境安逸，跑图能力不错，算是一个强度比较不错的 C 位。如果你抽了恰斯卡，想要给他拉练度的话，个人推荐优先0+1。0+1之后，如果你想把命座往上堆呢，只堆1命，我个人感觉意义不算很大啊，要么就给它堆到2命，2+1算是一个完全体。然而6命太爽了啊！当然6命这个是土豪才要考虑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不知不觉，本期视频又做了快40分钟了。视频的最后跟大家谈谈心吧。上一期的希诺宁视频也是40分钟。我观察了一下评论区，发现大家好像都非常喜欢这种说的非常通俗易懂的保姆级的视频模式。可能细心观察的老铁粉应该看出来了，我个人是从千之这一期视频开始尝试对我的评测视频进行优化转型的，目的是致力于做出就算屏幕前的你是第一天入坑这个游戏的纯新手，也能保证从我的视频这里把这个新角色了解得明明白白。当然，客观来说，我的视频由于没有任何复杂的计算和拉表元素，是纯纯的全程实战。这样的话，虽然展示的很直观，但是偶尔可能会出现因为个人思路理解偏差以及实战手法的不到位带来的些许失误。虽然我能向大家保证这样的失误不会是大失误啊，毕竟实战才是硬道理嘛。不过我还是想说，如果以后大家在我的视频里发现了这样的小失误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及时提出来让我更正。在这里，我也对每一个愿意花时间给我提意见的粉丝说一句谢谢，有了你们的支持，我的视频才能越做越好。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后续我的每一个5星角色，有时间的话都会用这样的视频呈现给大家的。4星角色我可能会偷偷懒啊。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老话，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